吴飞燕知道四方宝状的背景，更知道在唐代，四方宝状是可保江山社稷的国之重器。本就是修道高手的他很清楚，即便经历这么多年，四方宝状的法力有所衰退，但他残余的法力，对个人或者一个中小规模团体来说，必然还会有很强的助力。拥有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不懂灵气，不懂修道，不懂参悟四方宝状的核心阵法，仅仅靠着悄悄持有它，就鼎盛了200-300年，这就是四方宝状法力尚存的最好证明。所以面对四方宝状，吴飞燕觉得，在自己寻求延寿几乎无望的大背景下，破清会的生死存亡又算得了什么？100年之后，若是自己死了，难道还要将破清会留给吴家后人肆意潇洒？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若是自己100年之后必死，破清会存在与否还有什么意义？还不如让他们全部为自己陪葬来的更心满意足。所以就算这次行动之后，破清会招惹美国，被美国围剿又如何？以自己的实力，虽不能保护整个破清会，但寻一个安全的地方隐姓埋名，踏踏实实过完剩下100年还是非常轻松的。而若是这次冒险能让自己得到四方宝状，那自己整个人的运势也必将扶摇直上，得到长生之秘的几率也会大上许多，甚至有可能还会带来修为上的重大突破。只要自己找到延寿至1000年的机缘，破清会没了，自己还可以重新再建一个。而且得罪了美国又如何？几十、100年后，美国现任的所有高层都入土了，关于破清会的一切都会被岁月尘封，谁还会惦记着一个100年前的吴飞燕？到时候自己改头换面，再创一个破清会，又能再活500年。那个500年，是手眼通天的500年，是呼风唤雨的500年。到那个时候，小小破清会已不再入得了自己的法眼。可是，一旦自己现在有半点迟疑，导致四方宝状出现任何变故，那必将成为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想到这里，吴飞燕更加坚定了信念。她站起身来，冷声道：“我们先一路向北前往美加边境，等确切情报来了之后，去国土安全局指定的机场看看究竟。”吴天林忙道：“厅主，您要亲自去现场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以属下之见，这件事就让吴永镇的人手去办便是，不至于让您为此抛头露面。”吴天林是吴飞燕的晚辈，更是忠仆，他知道吴飞燕身份极其特殊，而且还身负长生400年的惊天秘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拿他自己冒险。而且在他看来，4大伯爵已经死了3个，前3个的死亡都没让吴飞燕亲自出马，吴飞燕自然不必为了钟永博和区区一个陈志民，以及那件不知名的宝物以身试险。吴飞燕此时也不再遮掩，她看着吴天林，语气严厉又难掩焦急地厉声道：“钟永博的死活不重要，陈志民的死活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古董商，还有他手里的一件能让破清会逆天改命的绝世珍宝。找到他，或许将成为破清会建会300余年以来的最大机遇。我之所以亲赴美国，就是为了得到他。若是能得到他，自是最好；若是得不到，也一定要想办法将他毁掉。如果他真的落入那个神秘对手的手里，将是我破清会300年来的最大威胁。”说到这里，吴飞燕表情变得极其阴沉，咬牙道：“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来，安承熙究竟死没死，一直是我的心头大患。我在安家投入如此精力，布局20年，为的就是找个机会逼他现身。可是屡次结果都不随我愿，甚至还连带着破清会损失惨重。我别的都不担心，只担心安承熙没死。如果那个神秘人就是他的人，对我们而言，就是最坏的结果。若真是这样，安承熙将是第一个有能力左右破清会生死存亡的敌人。而若这次再让他们得到那件绝世珍宝，胜利的天平恐将彻底向他倾斜。”吴天林表情惊骇不已，下意识道：“英主，您说的绝世珍宝，真有如此强悍的功效？”吴飞燕道：“得他者，可得天下。”说罢，吴飞燕看向吴天林，语气威严倨傲，又带着几分睥睨天下的姿态。
冷声道：“天林，你不用担心破清会的生与死，更不用担心其他吴家人的生与死。今日我许你一个天大的机缘，若我有朝一日能找到百转千回丹的炼制之法，成功延寿千年，那炼出万古长青丹也自然不在话下。到那时，我必赐你一颗万古长青丹，赐你阳寿500载。”话说至此，吴飞燕微微一顿，看着他开口道：“破清会没了，你与我再见一个便是。其他的吴家人死绝了，你身上还留有吴家血脉，500年足够你为吴家开枝散叶，到时候你便是吴家的老祖，这再造一个新的吴家便是。若我有朝一日授予天齐，吴家也将万古长青，这难道不妙吗？”吴天林整个人如遭雷击，感觉从头皮一直到脚趾都在发麻。阳寿500载，这可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。毕竟他知道吴飞燕也是靠着孟老祖一颗万古长青丹才有了500载阳寿，自己怎会有这种泼天般的机缘？可是，一旦吴飞燕真正掌握活到1000年的方法，那他就成了孟老祖那般的存在。到那时，自己不也就成了他当年那般的存在吗？孟老祖能赐给他万古长青丹，那他自然也能赐给自己万古长青丹。孟老祖能给他500载阳寿，那他也能让自己活到500年。想到这里，吴天林几乎控制不住，想要跪在吴飞燕面前，一个一个响头磕在地上，直到把头磕烂。吴飞燕看出他的激动与狂喜，也看出他想要屈膝跪地。吴飞燕一道灵气拖住吴天林的身体，让他无法跪下，同时口中开口道：“天林，你记住，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，以后也会对第2个人说起，而你也要铭记在心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分毫，明白了吗？”吴天林激动的声音颤抖，连声道：“英主放心，属下明白，属下此生愿全力以赴辅佐英主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”吴飞燕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从今日起，你要端正心态，只要能让你我长生，破清会上下10余万众，就算全死了也死不足惜。这些人就是我培养了300多年的炮灰，该他们死的时候，他们便只管去死，